Hello，大家好，我是 Ashley。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打工度假心得。其实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读的是外文系，然后我就想说，我毕业也想要去国外走走。然后呢，我毕业之后，我是先在台湾工作了大概1年多，主要是做柜台的工作，就像是一个社区里面，然后因为它有游泳池、健身房跟3温暖，所以呢，我就是算是负责卖票，然后如果社区有活动的话呢，就是去帮忙去协助这样。那存了一笔钱之后呢，我就决定要去澳洲打工度假嘛。那我觉得一开始它好像有限制，就是说你要有存款证明，就是10万上下，然后呢可以支付你一去到可能找不到工作的情况的一笔钱。那当然我会建议，当然是准备越多越好，因为你会遇到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嘛。那如果说有总比没有好。那我一开始其实找工作的时候呢，也是蛮辛苦的，因为就是你要厚脸皮，一家一家的店，然后呢你就进去，然后问说啊有没有工作缺。所以我觉得厚脸皮也是一个关键的吧，就是因为我当时呢一个人去找的时候呢，我主要就是餐厅，亚洲餐厅，因为我觉得亚洲人就是比较不会害怕，因为自己的英文一开始就普通这样。然后但是呢，我也奉劝，真的你要大胆，你就是去，现在都到了澳洲，当然是应征澳洲当地的店啊。但是因为我一开始真的就是胆小嘛，然后我就只是去找一些亚洲餐厅，因为我觉得就熟面孔啊，然后大家好像很亲切这样子，然后又加上你又想要吃一些什么亚洲料理，有没有？像是咸酥鸡啊、珍珠奶茶，所以就去台湾。我一开始我是去台湾的一间便当店应征，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我大概做了1-2天吧，然后我就被 fire 了。但是也很神奇，就是我被 fire 了之后，就刚好就有人跟我告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上天的一种鼓励吧，就是觉得说，虽然呢这边扇门关了，可是呢你另外呢又让你觉得，哎，你好像有一点自信，就是。哎，原来我还是有魅力，别人突然间不认识的人就突然跟我告白，那当然也是不了了之，因为我当时的心情并没有准备好，就是要恋爱之类的。不过我还是很感谢那个人啊，就让我自信就是提升了这样。然后呢，我被 fire 了之后呢，我就去百货公司里面的餐厅应征，然后那是一间香港的海鲜餐厅。那我主要是带位，就是那时候是你要穿旗袍，而且是大红色的旗袍，但当然啦，也是算漂亮吧，就是也是自己的虚荣心，觉得哇，这制服真的也是很美。然后因为你带位。你不像服务生，你需要介绍说哦，这个菜名什么，里面有什么，你只需要说哦，有几位，那他有没有婴儿车？那你需要呢准备一个比较大的位置给他，需要考虑到一些还有隔桌带位嘛，然后还要就是他们结账的时候你要去收钱，然后呢就还钱这样。而且我觉得带位也不错，因为有时候有小费什么的，你也会可以分得到。虽然说薪水不是很高，就大概10块吧，澳币10块。因为澳洲工作它就是有一个限制，你只能在同一个雇主工作半年，然后你就必须要换，因为是打工度假性质，你不是全职，你不能只是工作嘛。所以呢，我那时候。工作完了之后呢，我就想说，我体验还不够，
因为我第一站是雪梨。那我觉得我当然利用休假的时候有去什么雪梨歌剧院啊，然后呢去什么蓝山去那边玩，还有看钟乳石啊，然后也有去动物园啊、水族馆啊，然后很有名的松饼店，然后有去吃，然后就觉得当然还不够啊，所以呢，我那时候我就决定我要去农场，就是你要工作做90天，然后呢有证明，你就可以第2年的打工度假。那时候我是用时数交换。我就每个月我就换一个地方，然后第1个月是在桃子场，然后呢就是每天要采桃子啊，工作8个小时。那当然桃子是免费可以吃的。那第2个月呢，我是去羊的起司工厂，它因为这边真的超级偏远，所以住的地方是在车屋，也就是很热，然后你一起来，我会觉得那是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住在车屋里面，然后很热，但是那个热你又还可以承受，但是就是你那一出来之后呢，就整片都是绿油油的，然后还有山羊，然后就觉得哇，你被山羊包围，然后就是一片很空旷的地方。然后他们一家人都住在房屋里面嘛，但有时候你就也会去房屋里面，就是找他们啊，然后一起工作这样。然后主要是做羊起司。那我觉得那一家人也是，就是很善良，因为他不会要求你说，你一定要像奴隶一样，你要做很多什么，因为他知道你的性子只是你为了要集2000，所以他就会说。因为它的限制是说你要一天工作4到8小时嘛，所以它的大概平均就是6个小时或者4到6小时，它就让你休息，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种度假的感觉。然后每天就是早上的时候要去放羊啊，然后羊妹妹就要吃草啊，然后要记得回家这样。那第3个地方呢是鸡蛋工厂，那我就是每天。就是擦鸡蛋，然后呢，那个鸡就是你也要勇敢，你要2只手各1只抓，2只都抓鸡，然后呢，如果他们在网子外的话，你要把他们抓进去，然后把它丢到另外的网里面。那这个地方呢，它如果你工作额外的时间，它会付你一些钱，所以。觉得还不错啊，因为你有自己的钱的话，你可以买一些好吃的东西吃嘛。然后那边的人我觉得也不错，因为他那边管理人他是为了要工作，他也是外国人，然后在那边也有认识一些日本人。那这3个月结束之后呢？我又回一趟台湾，然后呢，我又再到澳洲去。那这时候呢，我就决定我要去爱丽丝泉，就是澳洲中心，因为我有看过那个什么，在世界中心呼喊爱情，然后我就觉得哇，那边那个石头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然后呢，觉得好像那边应该没有什么华人之类的，结果就直接就去了。但其实一开始我有去问一些。就是我那时候我是从雪梨，然后一路上去到达尔文，然后呢，我问达尔文那边的人说，觉得就是爱丽丝泉怎么样啊？觉得建不建议我去？但是呢，那边的人说他不建议，因为他觉得那边太热，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持否定意见就对了。可是我直到我真的去到那边之后，一下飞机确实是有一些震撼，就是。澳洲人的肤色应该是白的，然后可能是金发这样。可是呢，你到了那边之后呢，那边都是原住民，就是稍微比较肤相，然后有一些肤色比较深一点。
所以我一下飞机，我有吓到，说哇，怎么这边到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然后我到了那边之后呢，就是很幸运，然后我就遇到香港人，因为我那时候住的是背包客栈，然后就是很多什么韩国人啊、亚洲人、日本人，全部呢都会可能背包客嘛，就会在那边住宿这样。然后我就在那边认识了香港人，然后那个香港人呢，就帮助我很多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香港人跟台湾人真的就是很有缘呢，我觉得。那因为他是高中的体育老师，然后呢，因为那时候我就认识他之后，然后我们就会一起料理啊。当然不只是他，还有很多其他香港人，然后就是一起料理啊，然后那时候还有就是有信奉一些宗教，就是鼓励吃素什么的，我就觉得这个很好。然后有时候他们也会提供一些素食可以吃，所以我觉得到了现在，我也会觉得开始比较相信一些宗教。但是我自己本身也没有特定说信什么教这样。然后呢，我们就一起去找工作。但是我觉得他很厉害的是，他每一家店他都敢进去问说有没有工作机会，就包括理发店。我觉得像理发店，我真的不会去问因为我觉得可能我主要是服务业吧，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技术啊。但是仔细想想，理发店的话，就算是洗头小妹，我觉得她应该也会需要人手，所以我觉得她这策略是对的。然后我们就是去很多什么素食店啊、Subway 啊，还是肯德基。然后其实一开始我们去应征肯德基的时候，我是没有被录取的，因为我英文太烂了吧，我想。但是后来呢，因为他录取了嘛，但因为我是他朋友，所以我们两个就一起录取，一起进去工作。那我觉得真的在那边真的学到很多，因为那边工读生就是真的有蛮多年轻的学生啊，在那边打工，或者也有全职的啊。然后就我第一次让我大开眼界，就是有非洲人啊，然后还有印度人啊，还有澳洲人啊，然后当然还有香港人，还有我。那所以我觉得我不孤单嘛。但是我们排班的话，不一定说会碰到这样，因为主要我是白天，然后他是晚上，因为他白天要在咖啡厅工作。那我的话，我是大概一天工作6个小时这样，但是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的薪资，我觉得真的是蛮好的，因为我一天工作6个小时，可是我的薪水却是在亚洲餐厅的2倍，所以我那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很幸运啊，因为看大家都在忙着找什么2份工作、3份工作，可是呢，我觉得我1份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当然后来我还是有去找那个就是也是亚洲店，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对自己没什么自信，所以我就会去找亚洲人开的店。但是我觉得当然亚洲人开的店并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比较需要人手这样。那我也有遇过危险的时候啊，因为爱丽丝泉它算是比较乡下、比较荒野的地方，就是沙漠。然后呢，我回家的时候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印度人吧，就是我家已经在附近，然后我要这样直走，然后他就刚好反方向这样子过来。然后呢，我就想说啊，那我当然不要撞到他嘛，我就往这边走。然后他突然间也是往我这边走，然后这边我没有办法，就是一定要跟他碰面嘛。然后他就说什么 "You are my sister" 什么的，然后赶快逃走。然后还有一次就是也是原住民，不知道是喝醉了还是，然后我就觉得他一直在跟着我，然后我走哪边他就一直这样跟着我，然后我就
大步，但是我还是用走的，就是非常大步，然后赶快去工作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小心，可能要带个防狼喷雾剂之类的，就是要以防万一。我觉得在外面还是有危险的时候。然后我也曾遇过，就是那时候住到背包客栈的时候，我真的也忘了。然后就是因为我那时候住的是背包客的16人房，它是2个大房间，然后并在一起，就变成8个人，但是它是算16人房。但是因为开放式的空间嘛，所以比较不会危险。虽然说是男女混住，但是像我的话，我住的地方我会用毛巾，就是把我的床就是包起来那样，不让人家看到。因为那毕竟只是睡觉的地方，其他你活动的话，你都是在外面，就是厨房，你可以自己煮菜之类啊。然后游泳池你也可以游泳啊。所以我当初一开始我虽然是住4人房，因为我觉得4人房好像感觉品质可能比较好，但是后来我搬到16人房之后，我才发现原来16人房才是好的。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因为你4人房你是一个房间嘛，然后是密闭式的，但是你还是一样，就是你自己的空间这样。但16人房的话呢，也是一样，基本上跟4人房我觉得没什么差别，但是又比较便宜，当然是16人房比较好。然后呢，但是对，就是比较危险。我那时候就是我的对面是住一个非洲人，他有一次呢，就是因为我们白天遇到会聊天嘛，然后他就有时候有一次好像比较晚一点，大概9点10点吧，他就约我说，我们要不要出去外面走一走这样？然后当然我是没有去啊，但是我就觉得这就是还挺危险的。如果说我那时候答应说一起去的话，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外面的话，好像是不是比住宿的房间还要安全呢？我也不知道。然后呢，澳洲结束了之后，然后我就去纽西兰环岛2个礼拜。我觉得打工度假就是会让你觉得说，我赚了钱呢，我就会想要去旅行，因为 working holiday 嘛，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去旅游啊。而且加上你如果回了台湾之后，你就应该没什么机会会再回来，因为真的坐飞机真的也是很远啊，8-9个小时吧。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你要再买机票，我觉得就是会机会比较少吧。然后我就去纽西兰环岛2个礼拜，就是它南岛跟北岛，我觉得真的纽西兰也超级漂亮。但是我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是算是地震之后吧，就有一次就是也是非常可怕的经验，就是我通常都是到了那边之后，我再订住宿。记得有2天吧，然后1天呢是刚好我搭车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中国人，然后他也是在找住宿。然后呢，因为我知道他在找住宿，他在打电话，然后呢，我就问他说：“你是不是要找住宿？不然我们俩一起找好了。”结果好险，那一天呢，就是有找到住宿，但是因为毕竟男生跟女生是男女有别嘛。然后呢，虽然我们一起住，但是呢，他就是很好，因为他睡沙发，然后我就睡床这样，所以我觉得他是个好人。然后第2次呢，我就没这么幸运了，然后我就是找不到住宿嘛，然后我就发现就是有麦当劳，它是开就是整天的，然后我就只能趴在那边休息。当然那时候，不过我觉得那时候真的没办法睡，因为旁边的人啊，就是很多一些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有点危险的人物就是他会一直叫嚣啊，然后呢，那种人我就觉得很可怕。
然后我还这样爬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好像也是亚洲面孔的人，他就突然间就是拍拍我，然后说：“哎，干脆要不要来我家就是休息这样？”我也是觉得，哎，我那时候没有多想，那我就不用，但是我这是直觉。但我事后想想，我觉得也是挺可怕。万一我真的去了，他会不会对我怎么样？觉得其实，在外面真的觉得自己要好好保护自己，不然遇到真的很多一些状况是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的。然后当然也会有遇到一些很花心的人啊，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观念里面，我会觉得说，旅游的时候你就是旅游，因为我觉得旅游所遇到的一些对象，好像都是偏向比较爱玩的那种人，就比较不是定下心真的想要跟你好好相处。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那之后呢，我就是有了这些经验之后，我就回来台湾，然后我又在找工作。然后，可是我觉得这次的打工度假对我来说是有在职场上，我觉得有加分的，因为我那时候，因为我原本工作是就是在社区里面的柜台嘛，我就找到一家就是算蛮有名的科技公司里面的总机，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有加分。只是说呢，在我工作1年多之后，我就是觉得说我想要学日文。如果继续在那家公司工作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也是会有不错的发展。但是很可惜的，我就是放弃了，然后我又去日本打工度假。